大家好，欢迎来到快乐手工。今天给您带来的呢是这样子的一款非常有意思的背包，它呢可以是一个单肩包，通过背带的调节可以成为一个双肩包。这么有意思的背包，是不是特别想知道怎么做的呢？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吧。先来和大家介绍的是包用到的材料和具体的尺寸。那现在大家看到的呢是主体部分的前后片哈，它呢高度30厘米，宽度31厘米，底部呢打一个圆角。那在这儿呢有两个三角形哈，这儿呢是6厘米，这儿3厘米。刚才介绍的呢是称的尺寸，我呢放了1厘米的缝缝。这个是前片后片的面子，然后里子也是2份，一共呢4份。这块材料呢是包的2个侧边加底部，它呢是连在一起的。一整片，我呢在中心线的位置进行了一个对折，这儿呢就是它的中心线，它的宽度呢是11厘米，这儿呢是8厘米，整个长度呢是92厘米。那这个呢是面子，这个呢是里子。我刚才说的尺寸呢是映衬的尺寸，我们呢放1厘米的缝缝。这块呢是包底材料的一个挡布哈，它呢具体的尺寸是长度31厘米，宽度是3厘米。那这块布呢一会儿会做在面子的底部位置，这块布呢起到了一个遮挡低字扣的毛边和让包底呢更硬挺的这样一个作用。这个呢是外口袋的材料，外口袋呢我没有烫衬哈，那么说的尺寸呢是含缝缝的尺寸了。它呢宽度33厘米，高度22厘米，这个是面子，下边这个是里子，各一份儿。底部呢咱们要打一个圆角。那这些呢是包的配件了，这个呢是包和包带的连接材料，它的尺寸呢是这儿的长度6厘米，这儿的长度呢是4厘米，高度6厘米，这个需要4份。那我刚才介绍的呢是映衬的材料哈，我们呢都放1厘米的缝缝，面子呢是烫映衬的，这2个里子呢是没有烫衬的，一共4份。这个是2个日字扣，装在包带上用来调节包带长短的。这个呢是底部的2个口子扣，也是用来连接包带的。在这儿呢和大家重点介绍一下这2个配件哈，这个呢是一个口子扣，一个低字扣。今天的包能调节成单肩包和双肩包，主要呢是这样子的一个配件。我把这2个扣固定在了布条上，这2个扣啊这儿的宽度都是3厘米，这个是1份，它呢需要2份。这个呢是包带，我呢已经制作好了，它呢需要2根，每根长度呢是1米，宽度呢也是3厘米哈。这个呢是2根拉链，这是前面那口袋用到的拉链，它的长度呢是36厘米，这根呢是包口的拉链，这根拉链的长度呢是50厘米。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开始缝纫了。首先制作的呢是外口袋，这个呢是它的材料，里子面子各一份。那我们呢正面和正面相对，然后在中间夹上36厘米的这个拉链半根儿哈，尺冲里这样子车一条，再翻到正面车一条窄边。这条窄边呢车好了，那我们把这半根拉链呢固定在了外口袋上。接下来呢我们固定另外半根拉链，这呢是一块面子材料，这个是前片哈，这儿到包口距离12厘米，这儿呢画一条直线，这条线就是装上这半根拉链的。我们这个拉链齿冲着包口，然后搁在12厘米的地方，这样子车一条，把它固定在前片上。半根拉链车好了，那现在呢拿出刚才做好的外口袋哈，把这根拉链的拉链头给装上。装好拉链头以后呢，我们这样子车一圈，前片的外口袋就做上了哈。现在呢我们在包口装上半根50厘米长的拉链，装的位置呢是这样子哈，这是半根拉链，齿冲下，这儿这样子折叠一下，折叠好以后呢，这里的位置是2厘米，从这儿开始装，这样子车过来，车到这儿也是2厘米的位置，不车了，那就这样子车一条啊，齿是冲下的。拉链呢车上了，那么这儿呢有2个细节和大家交代一下哈。先来说拉链的头部哈，车的时候呢咱们要这样子进行一个折叠，一会儿做好之后它是这样子的一个效果哈。然后呢是拉链尾部，拉链尾部呢也是车到2厘米的位置哈，然后这儿车的时候大家看哈有个弧度，结束的时候是有个弧度的。现在呢我们把里子盖上去，正面和正面相对，还是刚才那个位置哈，这样子再车一条。现在呢我们把它这样子翻过来，然后在拉链的位置呢车一条窄边。这条
条窄边呢车好了，那我们前片呢就做完了。接下来我们开始做后片。那后片的方法和这个前片方法是一模一样的，区别呢就是前片有口袋，后片没有口袋。前片、后片全部都做完了，接下来我们开始制作侧边部分。这个呢是侧边和底部的面子部分哈，这里是它的中心线，我们在离中心线15厘米的位置，两边各15厘米哈，装上口子扣，固定好以后，我们把这块材料，就是下面的那块挡布，烫进一个缝缝，把它这样盖上去，这儿裁一条，这儿裁一条，一定要对称哈。包底的挡布口子扣车上了，接下来制作的呢是包口和包带连接的部分了。这个呢是连接部分的材料，我们在这条边连接上这个部件哈，它有一个口子扣和低子扣，我们放在这儿盖上去，就是夹中间哈，这样车一条，这样车一条，这样车一条，这个地方不车。3条边车好了，现在呢，我们把它翻到正面。翻之前呢，我们把多余的修掉，然后角呢剪成这样子，翻出来会好翻一点哈。现在这个呢翻到正面了，接下来呢，我们把它夹在这个侧边哈，这是包口的位置，把它夹在中间，正面和正面相对，然后这儿车一条，两边呢是一样的。侧边的两侧车好了，我现在把它翻到正面，侧边呢翻到了正面。接下来呢，我们要把侧边、前片、后片组合在一起。那方法呢是这样子哈，咱们把前片的正面和侧边的正面中心点，这是底部中心点，这是它的中心点，中心点和中心点相对，对齐以后，咱们从中心点向包口这样子车一条，这样子车一条。我们把3份材料组合在一起，几片车在一起啊，毛边呢非常的多，很不整洁。那在把它们组合之前呢，我用曲尺针先进行了一个处理，这样子呢，在车的时候看得更清楚，也更整齐。前片、后片、侧边啊，3片材料组合在一起了，包口呢是这样子的了。现在呢，我用里子面料做了一点包边带，那把刚才我们车的这2条啊，现在还是毛边，把它卷光边。里子的2条包边都包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把包翻到正面，把拉链头给装上。拉链头呢，现在装上了哈。这里呢，给大家看一下装拉链时候的一个细节。刚才我们在头部进行了一个折叠，做好以后呢，有这样的一个斜度。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拉链的尾部，在车的时候呢，我们这儿车过一个弧线，翻到正面以后，你看它现在拉链和主体自然的就分开了。接下来我呢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布套哈，把拉链的尾部套进这个布套里边，然后车一个方块，那么包口的拉链呢就处理好了。拉链尾部的布套呢就固定好了，接下来啊，我们开始固定包带。今天这个包之所以能单肩背和双肩背，主要是在包带的固定上。首先我们拿出一根包带，在一端固定上一个日字扣，然后呢，我们开始穿包带。第一个穿过的是底部的口子扣，这样子穿过来，然后穿过日字扣。然后我们穿过包口的低字扣，只穿过低字扣哈，然后固定在这边的口子扣上，我们这样子把它给车上，这根包带呢就固定好了。接下来我们固定另一根哈，这根包带也是一样，在一端呢固定上日字扣，然后先穿过底部的口子扣，再穿过这个日字扣，然后同时穿过这边的哈口子扣和日字扣一起穿过去，最后固定在这一头的口子扣上。好，这2根包带啊，在穿法上唯一的区别就是这一端同时穿过2个扣子，这一端包带只穿过低字扣，不穿过口子扣，它们俩的穿法就这点区别。包带呢装好了，那包呢就制作完成了。现在呢是双肩背的效果，大家看一看双肩背效果呢是这样子的。接下来啊，我调节一下包带哈，给大家看一看单肩背的效果是怎么样的。现在包带呢调成了单肩背，背上以后呢，效果是这样子的。那今天的包呢非常有意思，只通过包带的调节，就有2种款式的背包，您是否喜欢呢？这期视频内容就是这些了。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内容，请您点击加关注，咱们下期再见。